美国近日提出了与中国建立高层直通热线的建议，中国方面反应比较冷淡。在美国不断对华战略打压之际，中美热线作用有限，美国为何又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美国向我们提出一个建议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反正是有这么一个构想，就是在增加就是对华的这种直通的热线。那么我们外交部的发言人呢也讲得非常明确了，就是中美之间呢并不缺少这种热线最高的有元首级的这种热线可以直通的，还有呢就是外交部的就是外交的事务，那么也可以有直通的电话，还有呢就是国防部的，一旦双方军事上发生了这个矛盾的时候，或者有什么这个事情的时候，可以通过国防部的电话。所以我们外交部的这个人员就说呢，好像我们中美之间并不缺少这种热线，那美国为什么要就是提出来增加这样的一个热线呢？我认为美国还是想通过就是增加这样一条热线呢，解决一些就是中美之间呢，现在可能存在着就是或者未来存在着误读误判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就是这种大国竞争或者是大国博弈的这种战略的推进，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呢，中美之间可能这种矛盾摩擦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那说有热线不就行了吗？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它有些问题，这些热线可能都不好用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美国的军机落到台湾，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它是对我们这个国家一种侵犯因为你作为3个联合公报，美国的军机是不应该落到台湾的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要落到台湾，你要向大陆就是要申报要征得允许，而不是说你随便就可以落过去。那么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中美之间现在的3条热线哪条能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你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现实的问题，不论你运的是疫苗还是运的美国议员去商谈运送疫苗的问题，这个还没有必要就是涉及到国家元首这条热线。那么这又不是一个外交的问题，因为你是个军用飞机要落到台湾岛上去是军用飞机外交部呢他不管这个军事上的事。那么如果说打国防部这条热线，那会有什么结果呢？那你这也不是一个军事行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国说了，说台湾他自己这个疫情控制不了他现在这个蔡当局又没有疫苗，他管我们要疫苗，那总得要有人去说吧。那现在民航飞不了对吧？民用的航空公司它可能封岛了，它不让美国这个疫情很严重，它不让我们的民用航空的这进来，那你说这个问题怎么办吧？所以呢，它就可能出现一个什么呢？就不好解释，或者没有部门去协商。那可能美国就出于这样一种考虑，说不然咱们再搞一条热线，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去解决。其实这个问题呢，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和我们有些不太一样。比如说这个北约的这个前领导人在我们国家访问的时候，进行这种大家相互的交流的时候，就说我们觉得就是这个当时冷战时期，就是美苏2个国家争霸，它很有可能就发生这种核大战，所以他们越是在矛盾冲突激烈的时候，越是热线频繁的打，就说你什么意思你这个行动是不是针对我来的呀？你想干什么呀？那他就赶紧另一方赶紧解释，我这个事儿是为了干什么赶紧解释，不要误读误判，不要发生这种冲突。他说越是这种情况，就是双方关系恶化、矛盾这个激烈的时候，他越是要通话。他说你们中国人呢，好像跟这个欧洲人的这个思维方式有些不同，好像呢一般是遇到什么这种就是不友好的事情的时候，马上就
断了啊，就是说我这个代表团不去你那访问了，咱们也不联系了，也不通话了。说这样的话呢，反而可能产生这个误解。我认为呢，这可能是就是欧洲人或者是这个西方国家他们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我们这种东方人这种思维方式就存在的一种差异。可能呢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当然，这个是否建立热线，这是由国家来决定的，并不是说就是美国你想建立一个热线你想按照你的意愿，好像想怎么办，我就得跟你建立一个热线。但是呢，我认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就是东西方它这个在处理问题上或者是说解决问题上，它这个方式可能有些不同。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